为了将奇丑无比的我变成绝世美女，太师爹爹每天都用冷冰块给我泡澡，拿鸟粪给我敷脸，用蜂毒给我护肤。果然，在我爹的各种奇葩方法下，我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我懒懒打了个哈欠，院外800只喜鹊忽然衔着红绸，在我廊下搭出10里聘礼台。那口枯了100年的老井猛地涌出木酒，咕咚咕咚嚷着要认我做主子。我顺着井绳往下瞧，竟见井底沉着整座翡翠龙宫，对门文武双全的冷情侯爷当场扔了兵器，赤着脚奔来叩我的门，说连井水都知敬奉我这副星，他愿焚尽平生战功，只求为我一生掌灯。我那是真当，他眼底的火光能暖我3生3世。直到意外失明后的第5年，我突然恢复了光明，刚想把这个消息告诉相公，却恰好听到他和下属在书房的谈话。侯爷，夫人府葬已剥离殆尽，您还要再取她的心头血给苏小姐吗？已经是第7次了。当初苏小姐害死夫人爹娘，为了掩盖真相，策划让山贼将夫人掳走，致使她轻郁受损，下半身瘫痪，变成一个离不开人的废物。现在他已经对你和苏小姐构不成任何威胁了，为什么还要如此对待夫人呢？萧恒声音格外冷静。当初我接近沈之薇，只是因为太医说她的心头血可以治疗雪儿的病情，再加上她是天下第一才女，我不能给她发现真相的机会，要不然雪儿这辈子都会毁在她手里。等取完她的心头血给雪儿后，我和孩子们就能回到他们亲娘身边了。至于沈之薇，以后我会照顾她一辈子，也算补偿了。我瘫倒在地，心如刀绞。原来我全家惨死，始作俑者竟是我爱了12年的相公，而他留在我身边这么多年，只是为了用我的命换他心上人的命。萧恒，如果这一切真是你想要的，那我满足你。我让太医流掉了沈之薇的3个孩子，才终于保住雪儿这对双胞胎。我绝不能让孩子们的亲生娘亲有事。等取完心头血，顺便让太医把他的2只手的手筋挑断。雪儿一想到他曾用这双手碰过我，就整夜失眠。废了，雪儿就能安心了。跟在萧恒身边多年的下属胆颤开口：侯爷，夫人现在浑身上下就剩这双手还能动一动，您和苏小姐婚期都定了，连孩子都，何必要把事情做绝到这个地步？要是有一天夫人知道了真相，我怕后果不堪设想啊。萧恒眉头轻皱，一个下半生都要缠绵病榻的活死人，能给我带来什么后果？沈之薇她现在整天抑郁，除了我不让任何人靠近，我正好借机把她藏在身边。再说她一个瞎子，看得到什么真相？一切等我和孩子们回到雪儿身边再说。下属面露不忿，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将我从病榻上抬到外面。我眼角含泪，门外传来太医的劝阻：侯爷，夫人现在的情况无异于杀人。萧恒冷硬地截断对话：按我说的做，他残了废了，我负责到底。真死了，葬礼我会办得漂漂亮亮。现在动刀。太医叹了口气，就连一个不认识的太医都心疼我的遭遇，而我相伴12年的相公却想亲手要了我的命。麻药感瞬间袭来，眼皮昏昏沉沉的，可心里的痛却愈加强烈。我听到萧恒的下属压低声音汇报：侯爷，那个替苏小姐顶罪的仆人已经在牢狱里认罪。这件事务必保密。沈之薇刚刚取完心头血，身体和精神都脆弱到了极点，再也受不了半点刺激了。苏映雪自从那次醉酒杀人后，就一直心悸不安。萧恒也在等她恢复好身体后，就准备和她举行成亲了，所以他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闪失。明白。麻药让我动不了，但眼睛还能看见模糊的影子。萧恒他们就在门外没走，但我心里像被捅了个窟窿，又冷又疼。原来杀死我爹娘，将他们分尸的人就是苏映雪，而萧恒，我的侯爷相公，为了他的心上人，不惜找人顶罪。事后怕我查出真相，又亲手策划我被山贼掳走，拖进破庙轮流侵犯，就连我的3个孩子都被他狠心打掉，还骗我说苏映雪的那对双胞胎是我们的孩子。我甚至把他们2个当成我活下去的最后希望，真是可悲至极。跟太医说下手轻一点，沈之薇已经被取过7次心头血了，我怕她吃不消。萧恒不忍地捂上了眼睛，都这么多次了，还是这么会装。一直沉默的下属终于忍不住开口：侯爷，当初是夫人看您可怜，收留您，并辅佐您建立军功，当上侯爷。如今沈家就剩他一个人了，您就算不念旧情，也给自己留条后路吧。萧恒瞪向他：你今天怎么总向着沈之薇说话？她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好？不用奔波劳累，有我好吃好喝供着，就算没别人了，不还有我陪着她吗？为了雪儿和孩子能有个完整的家，沈之薇付出这些，难道不应该吗？他的话狠狠地扎进了我的胸口，手骨被敲碎的疼让我痛呼出声，可身上的痛远不及心里的伤。12年的感情就是一场笑话。萧恒，你骗我骗得好惨。再醒来，我浑身上下包满了纱布。见我睁眼，萧恒慌忙擦去泪水，挤出一个温柔的笑容，难过的神情不像装的。小薇，你担心死我了，我真的怕你这次醒不过来了。太医说你的眼睛奇迹般复明了，但残废是好不了了。你放心，
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妻子，侯府的正妻，我一定会照顾好你。我转过头，不愿再看他一眼，心口处就传来针扎般的剧痛，剧烈到浑身发抖个不停。微微，你别乱动。微微，你别乱动。刚刚太医给你治疗时，你无意识挣扎，导致双手手筋全断，可能再也不能拿起东西了。但没关系，就算你一辈子躺在床上，我们还有一对健康的双胞胎宝贝哦。他转身叫来那对双胞胎，可我想起自己那3个未曾出世就已死去的孩子，气得想把他们全部杀光。看我气得冷汗直冒，萧恒声音充满疼惜：微微，你是不是生我气了？别这样，气坏了身子，我会心疼的。见我还是不理，他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那副受伤的神情，好像真的爱惨了我。过去12年，我一直沉溺在这伪装的爱里，直到现在才终于看清。我沉默的摆手，苦涩的开了口：别这样。萧恒这才小心翼翼地握住我的手。微微，你知道吗？这次我让太医给你换了一颗新的心，太医说，这颗心至少能支撑你活20年。这下我就彻底放心了，你总算能一直陪着我了。萧恒不断地说着欣欣的好，刻意地往我心里捅刀。我望着房梁一言不发。苏映雪只是得了心计，他就一次次下令取我的心头血，去救杀害我全家的凶手。我一个活生生的人被他弄成了活死人，到如今他甚至还在骗我。够了，够了。萧恒见我动怒，为我拭去额角的冷汗，动作轻柔的像呵护一件易碎的珍宝。微微，你不想听这些，我就不说了，别激动，好不好？这画面落在任何人眼里，都会感叹一句：侯爷真是爱惨了他的妻子。可他们哪里知道，这温柔背后藏着的刀子，更不知道每一句情话里都掺着要命的毒。他为我编织了一场12年的噩梦，如今梦该醒了。既然我没死掉，就得亲手把该算的账一笔一笔算清楚。过了几天，我跟萧恒提出要回太师府祭拜父母，他拗不过我，只能带我回去。马车上，萧恒一路都在说，后天就是我24周岁的生辰，他为我准备了一份惊喜。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不是心里只有苏映雪吗？那给我庆祝生辰有什么意义？连装爱我这件事都做得这么让人恶心。回到侯府，萧恒就借口走开了，唯有爹娘的2坛骨灰温柔地注视着我。我只能日日趴在这2坛骨灰前忏悔，恨自己无能，不能为他们报仇，不能替他们讨回公道，也无数次祈求愿他们来世安康喜乐，不再受苦。但当听到下人对话的那一刻，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小姐又来了，侯爷吩咐咱们千万把嘴闭紧，可我这心里造孽啊。下人声音压得更低，带着唏嘘。是啊，这坛子里哪里是老太师和老夫人的骨灰啊？他们头七都没过完，苏小姐让人把真的骨灰拌进狗食里，喂后香那群野狗了。我捏着香的手指猛地一颤，可怜了夫人这12年，天天拜的，天天对着说话的是一坛泥土。原来我12年磕头跪拜的是仇人随手扬的泥灰，而我日夜哭求祈祷早日超生的父母，竟成了仇人扔给野狗分食、尸骨无存的亡魂。我气得眼前一黑，直接晕死过去。在睁眼的时候，床榻上是萧恒和苏映雪毫不避讳的活春宫。萧恒的声音带着阵阵喘息：雪儿，当着沈之薇的面，这样不好吧？再说我们过几天都要成亲了，你就不能别诱惑我吗？苏映雪的动作更加放肆，娇媚的笑声里满是恶意。不要吗？不要吗？我就要当着这个贱人的面，这才够刺激。你不是说这个女人不行吗？这么多年，每次这贱人要碰你，你都熄灯，不就是要悄悄换人吗？她到现在都不知道，你从来没被她睡过，她睡的是那群男妓吧？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狠狠扎进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我用微微能动的手指，趁乱让贴身女使送出一封密信，上面只有3个字：带我走。很快，女使就给我带回了口信。你终于清醒了，等我明天到。萧恒、苏映雪，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收到回复后，我立刻装作昏睡过去。第2天一早，萧恒要推我回侯府去过生辰，看着他面目春风，脖子上刻意遮盖红痕的样子，我只觉得恶心至极。苏映雪见状，主动上前接过我的轮椅。萧恒朝他温柔一笑，前去迎接宾客。苏映雪立即恶意地笑着，贴着我的耳朵说：沈之薇啊，沈之薇，你一定没想到自己会有今天吧？曾经高高在上的太师独女，现在竟沦落到这番境地。曾经高高在上的太师独女，现在竟沦落到这番境地，吃喝拉撒都离不开人，一点尊严都没有。看你现在如此可怜，真是让人心疼呢。你现在手无缚鸡之力，我不妨把真相告诉你。5年前虽然我喝了酒，但是我就是故意杀了你爹娘，弄瞎你双眼，谁让你处处压我一头？你明明什么都有，还偏偏要抢我天下第一才女的名头，凭什么你命好，有那么爱你的爹娘？现在你成了废物，真是大快人心。还有我压根没病，心计是装的，可你的男人问都不问，就要割了你的心头血给我。对了，
那些血我全都倒给狗喝了，还有你爹娘的尸体也被我挂在密室里晒成干尸了。你要不要来参观参观？我恨到眼里充血，我用尽所有力量将轮椅狠狠撞向苏映雪，她被撞翻在地。萧恒和他爹娘闻声赶来，他们立刻心疼地扶起苏映雪，转头对我破口大骂：沈之薇，你这个废物，还敢碰雪儿！就是你看看你自己，哪点比得上雪儿？被山贼撸走这么久，名声早就烂了。我们儿子现在是侯爷，跟你在一起只会被你拖来。识相的就该自己效事，识相的就该自己效事。我气得浑身发抖。当年没有我，他们的儿子根本建立不了军功，当不上侯爷。没有我，他们现在还在山里种田，更不会来到京城享受荣华富贵。可现在，他们却对我恶言相向。苏映雪也捂住胳膊，装出痛苦模样。萧恒看我的眼神冰冷刺骨。沈之薇，你闹够了没有？我看你爹娘死了就是活该，你被山贼侵犯更是你自作自受。我捂着胸口止不住的吐血。我爹娘死了活该，我被刺杀自作自受。我指着萧恒字字泣血。我爹娘惨死是谁一手策划的？我们的孩子到底在哪？萧恒，这一切你心知肚明。他的眼里闪过片刻的心虚。我哪知道，你少在这里转移话题。他不耐烦似的挥了挥手，对下人命令道：把他给我扔到对面乱葬岗去，什么时候清醒了，什么时候再拖回来。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他被我的眼神震惊到，又哄劝道：薇薇，你知道我爱的只有你，可你总这么无理取闹，去乱葬岗清醒一下，我再接你回来，到时候我再带你出去补办一个生辰宴。说罢，他转身就走。我冷笑出声，男人的冷漠绝情我早已看透。此时接我的人正好就在对面，我看向曾经侯府，里面张灯结彩的正办着萧恒和苏映雪的婚礼。原来他所谓的给我惊喜，不过就是为了骗我出去，给他们成亲腾地方。不过这一切都无所谓了。就在萧恒和苏映雪喝交杯酒的时候，他的下属慌张进来打断了仪式。不好了，侯爷，夫人知道真相，一个人带着行李离开了。萧恒手中的酒杯啪一声摔碎在地，艳红的酒液如同鲜血般溅开。你说什么？他猛地抓住下属的手臂，指甲几乎掐进对方肉里。被谁接走？去哪里了？下属脸色惨白，声音发颤。不知道，夫人，他只留下一张纸条。他哆哆嗦嗦地递上一张皱巴巴的纸，纸条上是打印的冰冷字迹：第一笔债，从今天开始。这个笔记萧恒无比熟悉，一股冰冷的恐惧瞬间攥紧了他的心脏。他推开下属，踉跄着冲向太师府大门。门外原本停放着沈之薇轮椅的地方空荡荡的，只有几道新鲜凌厉的车辙印，深深碾过泥地，指向远方。婚礼现场喜庆的音乐还在继续，宾客们不明所以，交头接耳。苏映雪皱着眉头走过来，搂住他的肩膀，语气带着不耐：阿恒怎么了？一个贱人跑了就跑了，正好省心，我们继续成亲啊！你闭嘴！萧恒猛地甩开他的手，眼神里是他从未见过的慌乱和尖锐。他知道了，他什么都知道了，他走了。他语无伦次，巨大的恐慌让他几乎站立不稳。12年来的笃定和掌控，在沈之薇最后那个冰冷的眼神和这张纸条面前土崩瓦解。那个曾经对他毫无保留、予取予求的沈之薇，那个他认为永远翻不出手掌心的废物，像一捧他握了太久的沙，突然就从指缝里彻底流走了，带着决绝的寒意和显而易见的恨意。就在这时，整个婚礼现场所有的烛光骤然熄灭，紧接着一段空灵的声音响彻整个死寂的宴会厅，正是那天在书房萧恒和下属的对话。苏映雪是我一辈子要保护的人。正是那天在书房萧恒和下属的对话。苏映雪是我一辈子要保护的人。当初我接近沈之薇，只是因为她的心头血可以救雪儿的命。我让太医流掉了3个沈之薇的孩子，才终于保住了雪儿这对双胞胎。一个下半生都要缠绵病榻的活死人，能给我带来什么后果？满座哗然，所有宾客震惊的目光如同探照灯般齐刷刷打在萧恒和苏映雪惨无人色的脸上。紧接着又响起苏映雪得意而残忍的声音：那天虽然我喝了酒，但是我就是故意杀了他们。对了，那些血我全都倒给狗喝了，还有你爹娘的尸体也被我挂在密室里晒成干尸了。你要不要来参观参观？不，这不是真的，这是伪造的，是有人害我。苏映雪失态的大吼，想去寻找声音来源，却根本找不到人在哪里。报官，快报官！有宾客反应过来，厉声喊道。萧恒呆立在原地，看着这场他精心筹备的婚礼变成揭露他和他心上人罪行的审判场，他终于明白沈之薇那句第一笔债是什么意思。这还不是结束，这只是他复仇的一个开场。他猛地捂住耳朵，却无法隔绝那些自己亲口说出的罪恶之言，也无法隔绝四面八方投来的震惊、鄙夷、恐惧的目光。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在他眼里毫无作用的废物开始复仇。远处
一辆黑色车辇无声地滑入夜色，我撩起布帘，远远望着那栋灯火通明却已陷入混乱的侯府，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眼底深处复仇的火焰。走吧。我对着身旁那位青梅竹马的少年将军陆世安温柔说道。车辆平稳驶离，将身后的喧嚣远远抛入黑暗。好戏还在后头。萧恒捂着耳朵的手颓然垂下，他看着眼前兵荒马乱的婚礼现场，看着宾客们惊恐逃离，听着门外隐约传来刑部的官兵为府的声音。完了，一切都完了。他精心构筑的完美生活，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护的苏映雪和他完整的家，都成了泡沫。而沈之薇也真的不要他了。他双腿一软，瘫坐在地，黑袍铺在冰冷的地板上，沾满了猩红的酒渍和污秽。精心修饰过的妆容被泪水冲花，露出底下那张写满恐惧和绝望的脸。儿啊，你振作点！儿啊，你振作点！萧母扑过来想扶他，却被他一把推开。滚开！萧恒尖叫道，眼神涣散。你们都滚！是你们一直说沈之薇没用，是你们说雪儿是我值得托付的人，我被你们挑唆的一错再错。现在沈之薇不要我了，她走了，真的走了。刑部的官兵抵达侯府后，将侯府上下连同丫鬟仆人等70口的人全部控制起来。他们手持大理寺的手诏，专门来抓捕12年前太师夫妇被谋杀一案。萧恒和仍在挣扎咒骂的苏映雪被分别带上囚车，人人都出来竞相观看。昔日风光无限、战功赫赫的侯爷是怎样如今沦为阶下囚的？众人指指点点的目光晃瞎萧恒的眼，他低着头，被押上囚车的前一刻，下意识的回头望向侯府对面那片黑黢黢的乱葬岗，那里空空如也。沈之薇真的走了，带着他无法想象的恨意和他根本无法承受的报复，消失了。黑色马车停稳行驶，车内异常安静。陆时安用余光担忧地看了我一眼，脱下锦袍为我披上。陆时安用余光担忧地看了我一眼，脱下锦袍为我披上。注意保暖，你刚出来，身体还很弱。我心中传来一丝暖意。谢谢石安。我的声音嘶哑干涩。这些年辛苦你了。我知道，在我失踪昏迷，被萧恒精心照料的这些年，是陆时安派人暗中调查我的下落，并一直试图与我取得联系，直到我让女使给他传去音信。陆时安摇摇头，眼圈微红。说什么傻话？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是一家人。他顿了顿，语气变得冷硬。微微，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证据我已经将萧恒和苏映雪罪行证据都交给了大理寺，他们这次很难反审，但这还不够，对吧？我沉思几秒，启唇。太师府的案子，萧恒并未参与，大理寺会很快放了他。当今圣上器重萧恒，除非能找到萧恒在朝政上的罪证，否则不能治他死罪。即便最后恶人伏法，大理寺能审判他们的罪行，却无法偿还他们施加在我身上的那些无法用法律条文衡量的酷刑与绝望。他们夺走的远不止性命，还有我对人性最后的信任，和我爹娘死后都不得安宁的灵魂。送我去个地方。我望向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缓缓报出一个住址。那是我爹娘当年出事前，我们一家最后团聚过的小院，也是我父亲早年秘密购置，连萧恒都不知道的产业。曾经父亲隐约跟我提过，萧恒一直跟北境的王室保持书信联系，但因为我已经和他成了亲，所以一直没有告发他。那里或许还留着我父亲收集的萧恒通敌叛国证据。更重要的是，苏映雪最后那充满恶意的炫耀，像毒蛇一样盘旋在我的脑海里。你爹娘的尸体也被我挂在密室呢。无论这是不是他为了刺激我而编造的谎言，我都必须去确认。陆时安没有多问，立刻让马夫调转方向。1个多小时后，车子在其中一栋不起眼的小院前停下。陆时安扶我坐上他早已准备好的更为轻便灵活的轮椅，打开了尘封已久的院门。我的目光径直投向书房。根据模糊的记忆，我父亲的书桌有一个隐秘的夹层，在陆时安的帮助下，我费力地打开夹层，里面只有几页泛黄的信封。我拿起最上面的，拆开。我拿起最上面的，拆开。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是父亲收集的这些年萧恒跟北境叛军的来往书信。有了这些凭证，想要彻底扳倒萧恒便轻而易举。其中一页夹着萧恒和苏映雪这些年谋财害命的铁证，背面写着一行小字：欠的债总要还。电光石火间，一些被遗忘的碎片似乎开始拼凑。我示意陆时安立刻带我回萧恒给苏映雪买的宅子。找到密室，当其中一间被点开时，我和陆时安都屏住了呼吸。密室里赫然是2具尸体，尽管有些变形，但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我爹娘。一声压抑到极致的悲鸣从我喉咙深处挤出，我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巨大的痛苦和仇恨几乎要将我撕裂。陆时安扑过来紧紧抱住我，眼泪汹涌而出。微微，你冷静，深呼吸，你不能倒下，伯父伯母在天上看着你呢。不知过了多久，那灭顶的痛楚才稍稍退去，留下足以焚毁一切的恨意。我推开陆时安，抱住我爹娘的尸体。祈求道：时安帮我，我要亲自去接爹娘回家。
在陆时安精准的干扰和掩护下，我们终于将尸体带回了将军府。几天后，在陆时安家族的私人墓园一处安静向阳的坡地，我亲手将安葬在一起。墓碑上刻着他们的名字，没有冗长的墓志铭，只有一句：祈愿下一世安宁。下葬那天，阳光很好，我坐在轮椅上，痛哭出声，心中那沸腾了太久的恨意，似乎也随着父母的入土为安沉淀下来。陆时安将萧恒和北境叛军的书信呈交给圣上，龙颜大怒。大理寺这边判决结果也下来了，证据链完整确凿，苏映雪数罪并罚，被判处斩首示众，立即执行。萧恒有谋反之心，情节极其严重，亦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长街上聚集了大量老百姓，囚车在狱兵押送下缓缓驶出，百姓们朝着刑场上扔菜叶，要求严惩恶人。当初我父亲为百姓请命，才有了如今他们的安居乐业，百姓们自然对杀害我父亲的凶手恨之入骨。畜生人渣，不得好死！杀了他，为太师报仇！民愤瞬间被点燃到了极致，愤怒的民众甚至爬上囚车，将吓呆的苏映雪从车里拖了出来，拳脚、石块、唾骂如同雨点般落在他身上，惨叫、怒骂、哭喊交织成一片。我坐在轿子中里，冷冷地看着那个夺走我一切、践踏我至亲的恶魔，在民众最原始的愤怒审判下，从一个人变成一团扭曲的、血肉模糊的东西，最终在越来越多的践踏和殴打中彻底没了声息。混乱中，另一辆囚车里的萧恒目睹了全过程，他看着苏映雪被打死，看着人群赤红的眼睛，听着那滔天的恨意，精神彻底崩溃了。他疯狂地拍打着囚车的尖叫哭喊，语无伦次。当人群稍微平息，囚车得以继续开往刑场。不知怎地，萧恒看到了远处轮椅上的我，他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萧恒看到了远处轮椅上的我，他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隔着栅栏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微微，沈之微，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是被逼的，我是爱你的。你看，在我照顾你12年的份上，原谅我，救救我，我不想死。微微，他的哭喊凄厉绝望，妆容全花，头发散乱，早已没了昔日侯爷的从容风采，只是一个濒死的、丑陋的可怜虫。我静静地望着他，脸上没有任何波澜。那12年的日日夜夜，那些甜蜜的谎言，父母惨死的画面，骨灰坛里的泥灰，乱葬岗的寒风，一幕幕在眼前闪过。然后我转开了视线，对身边的陆时安轻轻说：我们走吧。陆时安点点头，推着我的轮椅缓缓转身，背离了刑场，背离了哭喊，背离了那充满罪恶与痛苦的过往。阳光洒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有些刺眼，但终究是温暖的。我没有回头，一步也没有，